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今天美国智库发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写着“川普正在一点一点的瓦解习近平的中国梦”。它里面举到几个例子，包含从今年1月份开始端掉委内瑞拉，到3月份的伊朗，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它针对了中国的军事、能源、外交上面全面性的打击，尤其是当今天这两个中国的盟友被端掉的时候，中国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它也无力去反抗，就代表全世界已经把中国每次吹的这么大的中国梦、大国梦完全给吹破了。而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川普即将要将军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用一个极羞辱的方式。路透社是报道说，川普访中后将会签署，你可以看到新一波的对台军售。这是一个非常羞辱人的事情，因为川习会连开都还没开，连见都还没有见，他就直接把习近平最痛的东西直接拿出来。别忘了，3月19号，高市早苗跟川普即将要见面，而且高市早苗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他要加入金琼计划，还要强化他的飞弹防御。而且你也别忘，在3月7号的时候，正是伊朗打最凶的时候。我们的行政院长卓荣泰去了日本，到底见谁，到现在都是一个秘密。再加上这一次路透社的报道，川习会后有4500亿的防空飞弹的军售要来到台湾，这代表一件事情：美国未来一定会有金球，日本也未来会有金球，但在台海上面，这是美日台要盖一个全新的金球来抵御习近平，这就是刚刚我们文章里面讲的，他一步一步粉碎习近平的中国梦，而这个所谓的金球就是要将军习近平。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大家好。松哥，我们刚刚讲，川普真的是一步一步去逼迫习近平。没错，你看到今天最有趣的就是路透社这一篇报道。我们都知道，川习会前他们是因为要降温的关系，所以军售要比较慢一点。对，结果没想到，他直接讲白了，川普访中后将签署新一波对台军售，两个人连见都没有见，你就在国际上面洗脸习近平。不要忘了，习近平跟大家讲。你们私底下怎么讲我都没关系，你在国际上你不能这样子洗我脸的。没错，这个月底来说的话，川习要见面。那川习要见面来说，我觉得这个川普呢，他目前为止在铺排一个大局呢，他准备要在川习会上面将军习近平。对。然后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实际上在这几天的时候，这个国际媒体就有报道嘛。你看，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杂志社，他说什么 ？Trump is stambling sees China dream one piece of time。什么意思？川普正在一点一点的瓦解习近平的中国梦，对，所以这就是川普在做的一件事。好，那我们为什么说他目前为止来说是3月底来说他要将军他？对，最近发生很多事。你看，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话，第一个。他抓了马杜罗，马杜罗是不是对中国最伤？对。再来说，巴拿马的这个最高法院又判说，你中国拿我们巴拿马的港口是违宪的，对，又是对中国一伤。再紧接下来，我又端了这个伊朗，是不是就对伊朗一伤？伊朗端走是不是对中国一伤？你看，都是在伤害中国。那紧接下来的话，你看3月7号，伊朗跟这个美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卓院长到哪里去了？日本，到日本去了。你觉得这件事情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一定知道，搞不好是美国说 OK 让他来，他要来就让他来，所以这又伤害了一次。那紧接下来的话，这个时候接下来高市长呢，3月17号又要去访问美国，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又说什么？他说我美国你有金球对，我要加入你的金球，我要加入你的金球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防卫这个可能打过来的飞弹，谁会打飞弹给这个日本啊？当然就是只有中国嘛，所以就是这样子哈。他还说我们把124的飞弹呢部署在熊本，那熊本要对谁？当然就对中国而去嘛。那台湾呢，我们就说紧接下来的话，你要想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后，没想到要签署新一波对台的军售，对台军售里面来说，可能就涵盖了很多武器嘛，而且里面4500亿里面都是什么？都是防空飞弹。对啊，所以我们这样一链串起来，懂了。对啊，真的要在台海把这个金球放上去。对啊，可能有爱国者飞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整个都是防卫你的这个情形啊。那如果未来我们台湾有整个台湾之盾的话，我说如果未来有的话，正好你看我们台湾之盾跟日本的这个日本的美国金球，我们搞不好可以连接上啊，连接成一个网来说，就是对付你中国而去啊。所以来说，其实呢，
3月底的这个会面来说，我觉得习近平没有会面前，他已经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哎呀，你现在都已经在媒体上放话说，我们见面之后，你还是会批准对台的军售。对，那请问你，我在这次会议里面，我要不要提？你要不要军售这件事情？你都已经说要做了，我能怎么办？所以我就说，他就一步一步在将军里嘛，他在摧毁你的这个中国梦嘛。我觉得国外媒体的观察是非常精确而且非常确实的一件事情。而且松哥，为什么说这一口气习近平真的只能咽下去？是，路透社跟其他外媒是直接把它报出来，说你川普访中之后一定签，而且里面细节都完完全出来，你会给了什么，你要买了什么，甚至还会追加预算上去。对。你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时候，是你到底能够怎么办？我就讲嘛，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到底习近平能够跟川普要什么东西？好，我猜啦，他其实最想台湾问题。对。但台湾问题来说，他会跟你说啊，请你不要卖武器给台湾。可是问题是，今天路透社就跟你讲，美国在川习会之后就批准嘛。对。批准什么？他会说批什么呢？他会批，包括说像有爱国者3，对，还有先进的这个防空系统 ATACMS 的这个防空飞弹组成的。另外然后另外还有一个60项的不对称的防御的这个计划一直在进行。而且你可以看哦，它是60亿美元，这等于是说我们刚刚讲的4500亿之外，还有一个60亿美元，而且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不对称防御。对，不对称防御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无人机啊，是，就是这一些东西要来啦。对，没错。所以你看，实际上这些武器都要来的话，你说它对中国当然很伤嘛。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假设真的有爱国者3，爱国者3来说，当然就是布在一些我们非常重要的地方，包括说总统府啦，或者我们重要的军事基地，甚至在中科院、台积电等等，都要布这个爱国者3。再来就是说，不对称的这个防御能力到底是什么？不对称的作战是什么东西呢？现在大家想到说，搞不好这一次在美伊战争中间呢，有一款这个 Lucas 的无人机，不是大发利市吗？它就这个才3.5万的这个飞机啊，它可以用来猎杀无人机，用来猎杀很多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台湾需要？搞不好这60亿里面来说，就有涵盖这些不对称的这个作战的能力。造价一台3.5万，是台湾最需要的东西。而且这东西等于是什么？如果真的是 Lucas 的无人机的话，是等于在伊朗的战事打的跟什么一样？是，而且卖给我们台湾的，等于什么？验货过，对，没错，能打能战，而且是中国最害怕的东西。对，所以我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个摆明，我跟你讲，如果假设我是习近平，我看到你要卖这个东西，我气都气死了。我还想跟你见面吗？但我又必须跟你见面。你看，这就是他的心情最不准的时候，好挣扎啊。对啊，没错。但是你要不要见面？你还是要见面啊！还见面之后，我还要准备610的兵，这就是目前为止中国所要面对的现实。对，好，那我们讲另外一个对中国来说压力很大，就是这个高市早苗。你看高市早苗现在摆明了，你中国进我日本，对不对？你跟我作对，高市早苗也就跟你作对啊，跟你作对。你看，譬如说最近他不是把这个124的飞弹把它移到熊本去，3月9号，那移到熊本去，我们讲，因为过去呢，日本的这个飞弹大部分都对向北方，因为他们过去认为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对。但是现在他把它移到南边，呢，你觉得他要打谁？他是要打这个南韩吗？当然不是，他要打中国啊，对。因为这个武器来说可以1000公里，124可以1000公里的打击，1000公里的打击，它就可以射到中国，北京都在它的涵盖范围之内啊。所以这个对日本的这个动作对中国是极不友善。那更不用讲，3月7号，这是3月9号发生的事。对，3月7号呢，我们总院长去了哪里啊？去东京巨蛋看球啊。那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是不是高市长又打了这个习近平一个脸啊？对。那这些事情，你觉得老美在后面嘛？老美一定在后面说啊，没有问题啊。那尤其是他这次去访问日本，而且3月19号就要去，对，这样完全串起来，我搞懂了。对，那3月19号去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他准备要跟川普说，你的这个金琼计划我要去，我要参加。对，为什么？因为金琼计划来说，目前川普说要投资1000多亿的，但是显然钱会更多。那如果有日本继续投资来说，可以降低它的研发成本，那这个对他当然非常有用。他就说，这个目标是要让美日同盟共同开发拦截器，还有一个卫星网络嘛，作为对抗中国还有俄罗斯所追求的极音速的这个滑翔载具的这个能力嘛。好，那我来讲，假设美国跟日本两个弄成了，包括说有这个所谓共同拦截的东西，对，我们台湾只要能够跟他们的讯息连上的时候，对，我们也可以拦截啊。对不对？我们未来假设我们有台湾之盾的话，我们也可以，只要资讯链连上去，我们也可以拦截。你说这个变成一个飞弹网，对啊，而且还有什么？不要忘了旁边还有谁？菲律宾，是它变成一个全新的飞弹网。飞弹网跟拦截网在这边，对，飞弹飞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第一岛链就拦截。这个我相信对美国来说，他也希望完成这样，因为我希望在第一岛链就把你拦住嘛，不要飞到后面去嘛。哈，那这个对日本有需要，当然对台湾也有需要，所以才说这个其实呢，对中国来说的话，这是很不友善的一个态度哈。那我跟他讲，那中国现在做什么？正好你们注意到，
中国的飞机已经最近都没有来飞台湾了。对，那不止没有来飞台湾，他们现在在看这个美伊战争，明明是伊朗被揍得很惨，对不对？但如果你看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你会觉得说，哦，美国好惨哦。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不好已经爆炸了几次了。对，你看事实上是这样。最新是什么？福特号，你看到这个，福特号出事了，对，起火了，对，没错。不是说很强吗？对，你看哦，哎，厉害喽！他说看到标题的时候。真的懵逼了，对，真的，他说美军什么印度化了，对，没错，你看真的是印度化了。福特号航母的洗衣房着火了，伤了2个水兵啊，这样一个状况，他们就不断的讲哦，然后又说什么先是几百个厕所堵了，那士兵上厕所要排40分钟，最新的时候又是洗衣房又这样子了。神奇的福特号，你的花费比这个伊朗的本事神秘的多了，什么样的非战原因呢？让这个所谓这个洗衣房着火这样讲的非常多，他都在嘲笑你这个所谓。而且这是谁讲？这是胡锡进讲。对，没错，风向仔、风向机带头洗。对，那这样讲吧，好，那你这样讲没有错。福特号的确发生这件事情，可是问题是呢，你要打掉航空母舰到底多困难？我跟你讲，因为航空母舰不是只有一艘航空母舰，通常是它一个战斗群，对，它可能在海下面有潜水艇在下面，天空里面来说有这个 E-2D 的这个侦察机，可能还有战斗机会在旁边。那旁边还有什么护卫舰一大堆，对，然后还有这个攻击舰一大堆舰艇在那边。我跟你讲，美国是这样子的。你要靠近它500公里之内，其实都很困难的。那好，你真的要打它，你知道打它周边有驱逐舰，还有巡洋舰，对，它都是宙斯系统，也就是说神盾系统，它可以追踪数百个目标。你导弹来的时候，它就被拦截了啦。数百公里外就去拦截，你根本没办法去靠近它的。500公里之内，而且这只是第一层哦。对，好，第2层是什么？我们看 E-2D 嘛，它天空有 E-2D 嘛 ，E-2D 它就飞的时候，哎，假设你真的发现到敌人，它航空母舰上面有 F-18。或是包括说 F-35，它会飞上去拦截。你假设真的拦不住它 ，F-35去把它拦截住嘛，就是第3个是电子战啊。假设你真的来的话，飞弹真的来了，我可以用什么？我可以用电子战干扰你啊，干扰你之后，你最后这个飞弹系统或者可能就完全失灵了，就歪掉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靠到。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啊，中国啊现在也开始出来洗地。对，什么洗地呢？就是说，哎，人家不是很多人指责中国说，哎，你的伊朗盟友出问题了，你都不去帮他，哎，你见死不救。他被洗得非常久，他就说委内瑞拉这件事情你没有帮忙了。对。你伊朗跟你够妈吉吧？是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对啊，你不救，你还是一个大国吗？对啊，国际媒体都说你这没有大国风范，中国的面对盟友就见死不救，国际媒体都这样讲啊。好，就这样，这是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共及国际研究事务部的这个教授，他说这样：对，你有个朋友被打了，这不代表你一定要去打你朋友的那个人。西方习惯了拳头对拳头的这个做法，因此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自己用的就是那一套强盗的逻辑，他就觉得你也应该是个强盗。所以意思是什么？你这个朋友被揍受啊，你不一定要去打啦，算了，不要打啦。就是他说这是西方的逻辑，不是中国的逻辑。这样，中国逻辑就是不要打。鬼扯嘛！中国也是这样子。中国逻辑是我朋友被人家打了，哦，如果对方非常强，哦，加油，我先走了，就打了，就跑了。那这个逻辑来说，在国际上面来说，人家就说你是不够朋友。好，那我要讲，这是他们的想法，现在开始出来转弯，为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伊朗伸出援手，再讲一个讲法。对。那不过还有更好玩的，你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说吗？这几天的时候，美国不是都说吗？哎，这好像中国的船是可以通过荷姆兹海峡啦。那中国也是这边说，你看，只有我们的船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事实是怎么样？没有人敢通过。为什么没有人通过？这是一个船，一个船来说，他们在这个停在波斯湾上面，他准备要过这个荷姆兹海峡，就要来讨论为什么？因为他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到，他是在无线电讲的哦。他里面讲什么？来，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他说什么？到底是要早上过，还是要晚上过？大家争论啊，对，为什么？因为会死啊，对，没错。他们就然后说，哎，如果早上过的话，那如果我被打的话，我还有得救。对，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对，没错。因为晚上过的话，夜黑风高，被击中你就完蛋了，没办法呼救。他说白天还是比较好，所以他们在那边讨论这个。所以显现什么？显现他们也没有把握，真的是能够过是没有问题。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还有另外一艘船。他说，哎，根据我们的应答器，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荷姆兹海峡。你通过？他说我们根本没有通过，我们还在海峡的另外一边呢漂流，我们还没有过。他说那个应答器是假的 ，GPS 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 ，AIS 那都是假的，这样的状况。好，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更不堪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说，事实上，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一定双方的大官都坐在旁边。对，那可能习近平旁边就坐了中国的外交部长，但是川普旁边要做什么？要做美国的国务卿啊。可问题是，美国国务卿现在是谁？卢比欧啊。
中国制裁的卢比欧，对，这一次川习会他去了那里，是，那我要放他进来吗？是，我要放他进来吗？对，我跟你讲很有意思哦。卢比欧在2020年先被制裁一次，对，然后2019年也被制裁，2次都被制裁。对，制裁的时候，他现在是被制裁，不能够进到中国。可是卢比欧原本啊，他不太想去中国，对，他想我没有兴趣。可是他最近突然有兴趣了，他说我会随着川普总统到中国去，因为谁也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时机。他所谓这么好的时机，他干什么？他就是要故意坐在那个地方啊！你不是制裁我，我起码凯你家。他们这是极尽羞辱的方式。对啊，所以卢比欧也要去加入，去洗脸习近平。我站在这边本身就是对你中国制裁我的一个抗议。对，那你中国能怎么样？你中国真的能不让他进来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一连串的动作，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讲，这外媒为什么就说川普正在一点一点的撕毁习近平的中国梦？对，嘉龙哥，为什么今天川普跟美国一定要去重创伊朗，一定要把伊朗给端掉？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讲，纳瓦罗说了什么？他说这叫恐怖主义的溢价。如果今天石油一直被恐怖分子所把持的话，你的石油就任凭他们涨涨跌跌。结果今天你看到这个人，这是参议员，叫做葛雷姆，他说的更直白了。大家问说，你现在川普这样打下去，油价非常高啊。他说好啊，那你给伊朗最高领导人一枚核武器，让他恐吓该地区，威胁荷姆兹海峡，他就能够永远控制汽油的价格了。虽然这个溢价的概念他们宣称过去40多年来，因为这个溢价造成石油不必要的涨价啊。对，这个涨价估计，比如说到15美元一桶，额外贵了15美元。就是因为如果有风险的话，我投资人要承担这个交易的话，我要求比较高的报酬，这个额外加出来的报酬叫做溢价。对，然后因为风险带来有恐怖主义的攻击的这个风险，它叫做恐怖主义溢价是这样来。那这个溢价里面，那个伊朗要攻击以色列，这是一个；伊朗攻击其他石油出口国是一个；再来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那时候不止油哦，还有那个天然气啊，还有矿金属啊、稀有金属啊，各种货物料，不是只有油啊。所有他能够去掌握的东西，他就去掌握。比如说，如果我不太爽，我就轰了他；我不太爽，我就不让你去出口。所以等于说，不仅仅是石油，是各种他能掌握的原物料都会溢价。讲一个很重要的例子，韩国不是记忆体的大国吗？70%的市占率吗？韩国生产记忆体的时候用到一个氦气是从卡达出来的，结果现在出不来啊。对，所以韩国的记忆体股价不连续2天大跌吗？是这样来的。那问题是伊朗也在做很多纯粹的恐怖攻击，并不涉及油的部分，这个叫做中国溢价，他成为中国的代理人嘛，在中东介入，他扶持什么真主党啦，扶持哈马斯啊，然后他搞事情嘛。这个部分一开始还没有碰到油嘛，石油的问题嘛，现在已经碰到油的问题。所以总共它的溢价2个，但是他今天美国一定要打，他一定要端掉，因为他可以把恐怖主义给消灭掉。消灭掉之后，他背后的中国损失会更大的。对，然后他现在告诉你油，这样很多人容易懂嘛。对，我讲一些让你容易懂的道理嘛，让盟友们一听，有道理。好，韩国、日本、台湾一听有道理嘛，对不对？可是呢，对美国来讲，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后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针对中国而来。对，但是这里已经讲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川普是有给你警告，对，给你最后通牒，对，比如说伊朗要无条件投降啊，你如果接受，你如果吞下去，你还有存活机会。现在伊朗就抵抗到底，对不对？面子挂不住，对不对？结果呢，逼得川普团灭，他要团灭，所以现在川普被逼的必须赶尽杀绝，杀无赦。他原来不是这个嘴脸呢，对，川普原来好像还可以跟你谈，对，但是他开出条件，你一定要答应我的条件，不然我跟你好看，我会让你过得像地狱，好吗？有没有？像台湾海峡是一个地狱之火，怎么等？他给你威胁，给你警告，还有给你时间。如果你吞下去的话，你至少短期内存活；但是你不吞下去，你硬是反抗的结果，就给你死。所以现在这里还表示出，川普政府准备彻底解决伊朗这个邪恶政权。对，原来川普可以接受一个神学政权，但是走亲美路线，不要搞恐怖主义，大家和平相处 ，OK。但是你一定要做坏人、做坏事，那你怪不得我。对，现在川普在告诉全世界，他师出有名，他有正当性，他必须杀无赦。对，蒋勇哥，如果今天有一个让这个所谓的恐怖溢价能够变得中立性，让伊朗变得中立性的话，这对台湾是大利多的。对日本也是，对所有石油进口国都是。
可是不过这个概念很妙，它也可以从石油上面的恐怖主义溢价搬到晶片。如果台湾被封锁，台湾的卖的晶片会暴涨。对，这个部分就是晶片的那个恐怖主义溢价。对，这个概念在石油上可以到另一个战略物资，晶片一样可以。所以到最后，大家为什么要来保护台湾？一样，我们不希望看到晶片出现额外的溢价嘛，就是不必要的涨价涨高了嘛。所以这个概念很微妙的，像那个美国现在对伊朗开战这个是预防性攻击。对，就是伊朗并不是把核子弹丢到哪里去了，不是，可是你有这个风险。就是我们面对这个风险，你可以威胁我们，你拿到核子武器的话，不是1颗啦，大概6到10颗核子弹的话，你可以威胁那个中东国家，威胁以色列，威胁美国都可以。但因为这个威胁是存在，是真实的，因为伊朗真的在支持恐怖分子嘛，有代理人嘛，所以这个威胁成立以后，现在我们要对这个威胁先下手为强。拿掉你的攻击能力，这叫预防性攻击。对，问题是这个概念一样用在台湾，一样是用在台湾。台湾有很多晶片厂，对不对？那我们不能说等共产党的飞弹打进来了，我们受伤了，然后我们再来还击，不是这样玩。对，所以到时候要阻止你有军事冒险的这个能力，叫军事能力。所以你看，美国打它的核子、飞弹、无人机、海军，全部是在阻止它有这个所谓那个做坏事的能力啦。对，瑞迪哥，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叫做恐怖主义溢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伊朗一定要端掉，这样对全世界的石油、全世界的制造都会非常的便宜。但是现在哈米被端掉之后，他的儿子我们知道，现在穆吉塔巴现在被传出来什么？我觉得太可怕。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流亡官员，叫做拉贾比，他说这个人比他父亲更危险。他根本不在乎什么人命，你死万条那些都不关我的事。而且他很常讲一句话，那叫做“世界末日”。到目前为止，他被这个推为伊朗最高领导人。请问大家有没有人看过他？没有，他连公开都没有。甚至于他的父亲本来应该在死后几天内举行的葬礼告别式啊，都因为他不愿意出席而因为这样延后嘛。对，那请问他为什么不出席？现在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可能在这个不晓得是第1次还是第2次的这个轰炸过程当中受伤了。对，还有人言之凿凿讲说有一条腿已经截肢了。对，讲得很严重，还有说到已经这个昏迷不醒了。那是第一种讲法，就是说他是傀儡啦。对，那他其实是一个可能还活着，但受重伤所以呢，人家革命卫队呢拿他当幌子，因为他是哈米尼的第2个儿子嘛。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则是说那么可能一起惊死一起惊死，所以比起来，我出来我就被炸了。你要知道吓都吓死了。现在不是因为呢，这个伊朗呢控制住荷姆兹海峡嘛，所以全世界的油价这样子起起伏伏的，所以造成全世界的股市也是这样子七上八下嘛。那如果以色列跟美国要结束这一场战争，赵和，你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直接把他再度暗杀，直接炸死。我问你，他如果被炸死了会怎样？就结束了。但是他活着没有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是世界末日论的这个崇拜者对，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世界末日论。那么在不管什么样的宗教里面呢，都会出现一个世界末日论。它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呢，它的世界末日论应该是所谓回教的世界末日论。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呢，那么要经过的摧毁，创造一个更好、更美好的回教新世界。好，怎么样来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大家觉得很奥妙的东西。为什么？这场战争是从2月28号开始，对，开战。2月28号开始开战，美国、以色列开始轰炸，然后德黑兰这些他的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啦，跟着飞弹的去炸，包括美军基地跟伊朗、波斯湾国家以后。突然间，全世界的业余无线电玩家发现了一组讯号，从2月28号开始。对，这组讯号是什么呢？他先用波斯文，先用伊朗的波斯文那么喊了一句话叫“注意”就是伊朗波斯文里面的“注意，注意，注意”。喊完了以后呢，他不断的重复几个数字，是用波斯文所喊出来的640939。640939，我跟你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数字这个被大家讲成叫做数字电台是什么？是冷战以后的一种无线电密码，通常是要给
对方卧底在对方阵营里面的间谍听的。哦这个数字密码呢，事实上呢，在这个伊朗的这一区的数字密码，那么他们都会冷战使用，我们会归纳成不同的电台，对在台湾也有啊，台湾叫做V12还是 V13，这个电台在伊朗呢被叫做 V32，重点来啊。他每天早上9点半每天早上的9点半，然后跟那个清晨5点半，他一次都90分钟，然后他前面都喊注意注意注意，然后就开始640939，他一出来了以后呢，就开始出现有一组强而有力的电波来干扰他啊，就有像无线电盖台一样。对，我本身也是业余无线电玩家，对我是有执照的那个俗称叫盖台啦。对那么事实上呢，这是一个很老旧的一个系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类比式的无线电，我们现在全部很多都是加密的这个数位 data 的无线电加密就对了嘛。对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不要小看这个类比式的无线电讯号，这个数字电台呢，当2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我把一些人长时间卧底在一些地方，他跟一般人一样，你都不知道他做什么的。对但是当我有任务要派的时候，我直接透过这个无线电短波，无线电短波，因为它可以经过折射了以后呢，看大气层折射以后，它可以无限远的无限远的射出去啊。所以你是说他们原本没做什么，这是个讯号来的。告诉大家，我在这个50几年前的时候，在台北市 Manga 东园街，我爸爸从国外从日本拿回来的一个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短波没有被截断，我竟然听到有人在喊5403、3401，我们都听不懂，对不对？对但是它就是一个讯号，那时候就是我们通知在中共统治下的谍报人员的密码。而且这组密码只有他们知道。对那我们当然想尽办法，他们当然想尽办法要我们的，我们当然想尽办法要他们的。那包括波斯，现在有2种说法，这个波斯密码很可能是有人说是伊朗的，但是更可能是什么呢？更可能是以色列潜藏在伊朗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谍报卧底人员。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